情趣用品大家都很熟悉哈，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！但是你知道古人2000年前就开始使用自慰器了吗？那到底是哪位祖先开创了自慰器性工具的先河呢？今天说说哈，来自2000多年前的汉朝，被称为中国第一件性用品、中国第一件自慰器——汉代铜性具，国家1级文物，目前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。这个用铜做的性具呈一个 V 字形，这个是应该这样拿呢，还是应该这样拿？我也不知道。一笔一万，开不开心？但是这两头呢都是有生殖器的这个形状。这个铜性具呢还被称为双头铜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自古以来啊，全世界的各种文明、各种肤色都有生殖器崇拜的习惯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铜组还自带加热功能，甚至可以做到接近人体体温，因为这件铜组的中间是空的，可以添加热水，可以添加温水，这样保证使用起来不会太冷，感受还可以更加的真实。但是这也不一定是女性专属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讲究男女平等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这个自慰器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。那么再来说说啊，这个铜性具这个自慰器是从谁的墓里挖出来的？这个墓主人呢是汉武帝刘彻的嫂子窦婉的墓穴，是一个女性墓穴挖出来的。可以想一下啊。在1968年呢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河北保定挖这个防空洞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一个古墓。那周恩来总理呢就指示开挖，于是呢大家就挖出了中山王刘胜和妻子窦婉的王室规格的墓穴。当然啊，这个墓穴出土了无数的宝贝，这个回头我们再给大家慢慢讲。中山王对刘胜最大的贡献有2个，一个是他的墓穴满是奇珍异宝，为我们的历史参考和文献提供了很多的价值。第2个是他生儿子的能力，因为他总共生了120个儿子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生儿子最多的男人 Top 1， 堪称人形播种机。今天刘姓能够成为中国的大姓中山王刘胜，也是功不可没。中山王刘胜呢，他是53岁的时候去世的。假设他从14岁开始第1次当爹，那么39年里每1年他就有3个儿子出生，基本上是1个季度就生1个儿子，妈都不同啊，120个儿子妈都不一样。你要知道，军队1个连的编制也是120个人，同时这120个人可以干嘛呢？这120人可以组建10个足球队或者24个篮球队。要知道 NBA 联赛总共也就30支队伍来参加，可以说中山王刘胜的儿子就可以独立组建全国联赛了，比如说 LBA， 比如说这个叫刘 BA。 注意啊，这个时候还不包括女儿的数量，他不能每胎都生儿子吧？有道理。如果按照1比1的比例来保守估计，他也是有120个女儿，加在一起240个孩子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山王刘胜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啊，那肯定是非常骄傲的。那这份能力做成铜具呢，一方面是可以和自己的妻子窦婉日常使用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的生殖能力能够成为一种精神，成为一种图腾，并且希望子孙后代生生不息，香火不绝。因为汉代诸侯王啊，如果后代无子，那是要取消封国的。但是这个双头铜组旁边还有2个铜蛋蛋，我也不是特别理解旁边那个2个小球球那个蛋到底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以及上面那个钩子是怎么个使用场景，这个我理成这个 V 型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，值得去想一想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面对，对吧？这就是一种人性和一种历史和文化，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。如果你知道，各位大神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